那天我走。一次，或者是你打破我头那一次，又或者第一次见到你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这不应该发生。可这已经发生了。我结婚了，是我丈夫坑了你。我比你大好几岁，我还有孩子。可我就是爱上了你。我和你之间不会有任何可能的。我要的也不是什么可能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的很简单，就是希望你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。蒋俊浩，我是有夫之妇。可你那个丈夫就是个混蛋。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只要法律上他是我的丈夫，我就没有资格接受你的爱。我也不可能在知道你的情感之后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那如果你没有丈夫呢？没有这种如果。明白了。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、对子墨还有我父母的照顾。从现在开始，我需要和你保持距离。什么意思啊？明天我去找房子，我搬走。不是你要搬走？别，要搬也是我啊。这小区离子墨学跆拳道的地方很近，2、3分钟就到了。而且他和小区的那些小朋友已经混熟了，更何况还有你，这儿离电视台也近，你上班也方便。啊，那个，你给我1星期的时间，1星期之后我就搬走，我不会再骚扰你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爱上你是我的荣幸。
你拒绝他了，不然呢还能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要是你啊，我就会选择和蒋俊豪在一起。我哪怕为了气欧凯哥呢，我也得把这气出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劝他婚内出轨吗？你别胡说。他说的。对，我说的。欧凯哥都已经这样了，也没有必要再为了他维持这段婚姻了吧？行了，你们别为我操心了，我自己有分寸。是怕别人说闲话吗？那当然了，瓜田李下的，总要避嫌。那你当时让人家住到你家里去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避嫌呀？那时候也没什么想法，有什么怕的？所以现在是有想法。这个问题问的有水平。唉，在我跟欧凯哥关系没有一个尘埃落定之前呢，我是不可能对任何人有想法的，这是底线啊！别说我了，说说你自己吧。这次跟任杰关系有点微妙的变化吧？能有什么变化呀？生死之交了呀！对呀，我们俩一直这样啊，可以是交付生死的战友，也是打得不可开交的对手。哎，你别这么说啊！在西山医院的时候，任杰刚自己好转一点，那就在 ICU 的门口一直在那等着呀，焦灼呀，担心啊，那种状态真的，他可不只是战友，那感觉就像是在等待着最亲爱的人。你当时就应该给他们录下来，当时怎么就忘了呢？下次你得呀，没有下次。哎，行了，你们两个，我跟他你们还不知道吗？要有什么话早就有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唉，所以说有时候觉得这个缘分也是挺奇妙的，还真是要在对的时间、对的地点遇到对的人，三者缺一不可。我虽然跟任杰只吃过一次饭啊，但我能看出来，他喜欢你。何止是喜欢，爱慕已久了。哦那你又不知道电话吧？来了。喂，刘总，啊，你淘到了西班牙语版的1Q84，那这得庆祝啊！好吧，就今天晚上。干嘛呀，你们俩？刘零度啊，对啊，你在跟他约会啊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文艺了？为了客户，我可以百变。本来说好的今天晚上去健身吧，这能没有一丝犹豫就放下健身要去见的人，肯定不是普通朋友，也不是客户，估计是新的健身教练。哎呀，行了啊，那个，我承认，他有那么一点喜欢我，我呢，对他也有感觉，但是，但是什么呢？你对他有点感觉，他也喜欢你，你单身他也单身，你有什么可犹豫的呀？对啊，你们俩之间也没有什么过往纠葛。我吧，从上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谈恋爱，我几乎没停过。太凡尔赛，这是事实啊！哎，但是你看我现在，我身边连个陪伴我的人都没有。但是工作就不一样了，我在工作当中哪怕有一点点小小的成绩，都会给我非常强烈的安全感。所以，我打算以后开始享受工作了。祝你工作顺利。你享受爱情也享受够了，可以享受工作了。大哥，哎呀，行了，大哥是搬家又不是迁坟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舍不得你，我也舍不得你啊，也舍不得你。那就别走。大哥现在事业有成，我得换个大点的工作室，我得搬走。你为什么要事业有成？你不希望我好好的呀？啊，你不希望我好好的？妈，你快劝劝大哥，让他别走。子墨，大哥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朋友，他也不能跟你一辈子。我是叫你劝他，怎么还劝起我来了？要不这样，
你妈要是同意的话，你可以每周周日到我工作室来给我当小助理，好不好？这样咱们又能在一起了。可以吗？有工资吗？你还要工资呢啊？行，一天给你30，行不行30谁来呀？至少50。行，50就50，好不好？开心了吧？不哭了啊？哎，大哥，这些东西需要帮你装车吗？对，这个包和箱子都搬过来。哎，好嘞。你帮我把这个琴拿过去，别让它给我碰坏了啊。好的，老板。好，去吧啊，给你加班费啊。啊。可能很长时间见不到面了。你别杀我啊！万一有什么事的时候，你还可以，当然你可以自己解决。但万一呢？是不是？那个，我能抱你一下吗？大哥，哎，来，我爸来了。哎，去抱抱大哥，祝他未来一切顺利。哎呦，大哥舍不得你，我也舍不得你。照顾好自己。放心吧，大哥。我会很想你。我也一样想你。认识你的这段日子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我也是。也希望你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。大哥，我透不过气了。哎呦，大哥不激动舍不得你吗？啊？那行了，那我走了，周末记得来看我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回去吧，拜拜。拜拜。回去吧。妈妈，大哥留的信封。物业和宽带已经缴费到明年年底，水费、电费、气费一冲是2000。妈妈，今天中午吃什么呀？我去冰箱看看。你好，请问您是何女士吗？我是，请问你是？我是田螺家政的，这是我的工牌。今天我第一次为您服务。我没有要服务啊。您先生订的服务啊？我先生？对呀，
蒋先生一次订了2年的服务呢。请进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子墨，你有大哥家钥匙吗？有啊，怎么啦？进来吧。哎，好。把钥匙给我。如果你看到了这张纸条，你一定在想我。失去了才懂。你好，何老师，法院已经立案了，跟着就会发公告。那二审什么时候开庭呢？这得看法院的排期了。一般说来，加上公告期，不会超过半年。还要等半年？何老师，这么长时间都等了，还在乎这半年？好吧，谢谢你啊。何老师，邹主任请你去一趟他办公室。哦，有好事儿。什么好事儿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邹主任，你找我？哎，何欢，哎，来坐。最近呢，台里启动融媒体的改革，我想听听，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？说实话啊，我最近一直也在研究新媒体的一个传播规律和生存之道，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节目的构想，正准备提交给频道的编委会。嘿，好啊！哎，你快说说。我想利用新媒体的手段，重新打造频道的文化类读书节目。怎么，你还是没有放下当年的读本好书？我觉得，如果是新闻节目代表一个频道的综合实力的话，那么读书节目也能够代表一个频道的品味，不能轻易放弃。现在呀，是看手机的人多，看书的人少。那如果把手机和读书结合到一起呢？何欢，你不要忘了，当年的读本好书正是因为曲高和寡才被停掉的。所以啊，我更想寻求一条曲高不和寡的路。哎，既然是探索嘛，它肯定就有风险。我不知道你这个设想，频道编委会不会通过。另外，关于你的未来，频道另有考虑。比如呢？你看，自从白杨辞职以后，新闻进行时的制片人一直由我代理。今天频道编委会正式提名，从下月起，你将担任新闻进行时的制片人兼主播。
明天人力资源部就有人找你谈话，你得好好准备准备。我行吗？哼哼，当然行啊！10年前我就看好你，只是当时你有另外的选择，这也算是迟到10年的认命吧。那我想做的读书节目呢？先放一放。老师让你们练习的都记住了没有？记住啦。下个礼拜我要检查的啊。好，下课。好。小椅子都搬过去。真棒。你们家长都在门口接你们了啊。来，拜拜。拜拜。来，跟老师再见。这样心情看到你的进步啊，越来越棒。拜拜。快点吃我家碗吧。可以呀。何老师，哎，于校长，你现在方便吗？跟您说个事儿。哦，刚好我也有事想跟您说呢。那你先说。啊，首先非常感谢你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给我这份工作。但是，因为电视台的工作调整的关系，所以接下来我可能要全身心的投入，不能再兼职了。巧了。我也想跟你谈一下兼职的事儿。集团总部打算另外开设一个播音主持的分校，我想推荐你去做分校的校长。让我当。我工作业还没做完，在做什么呢？漆。哎呦，我看人家家长群里做的都什么花啊、灯笼啊，一下就做好了。哟，你这做的真的好可爱啊！啊，你得做多久啊？人家做那么快。哎呀，人家的难度系数才1.05，肯定做得快。那你做多少？4.0。4.0怎么做的？啊？为什么要这么难？因为自己喜欢呀，自己喜欢什么就应该挑什么做。真厉害！来，给我看看。进来。啊，行了，行了，我知道了啊。黄书记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想跟您聊聊。坐。说吧。
因为我个人呢，比较喜欢读书，而且我坚持认为，做精神食粮的节目是观众的刚需。过去可能自己认知不够，再加上有些自恋，才把节目做得比较死板，把读本好书带进了个死胡同。但其实最近1年多，我一直在研究互联网思维和新媒体战略，而且有了一些新的思考。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把这些思考付诸于实际。你说的这个精神食粮啊，我是非常赞同啊。我们现在推进的媒体深度融合发展，那就是要去占领舆论导向、思想引领、文化传承和服务人民的传媒制高点。只是目前呢，频道存在着一些具体的问题，所以呢，节目规划当中啊，暂时还没有读书类的节目。我非常理解，我也知道现在频道对文化类的节目现在还没有这个规划，所以我想跟你提出停薪留职，我想自己创业。做自媒体？是。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，所以想来跟你聊聊，听听您的意见。啊，那你评估过创业的风险吗？据我所知，你现在是一个人生活，啊，还带着个孩子。创业一定是有风险的。做文化类节目，一直是我执着的梦想。其实过去这段时间，我也一直在重拾自己，纠正自己。就像您说的，不想总看到的是过去的合欢。我想，我有着传统媒体的经验，也有着对新媒体时代的一个思考。如果将这两者结合起来，创新的做一档文化类节目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我真的很想试一试。真的非常希望你能够留在台里啊，和我们共同创业。但现在你有了自己的想法，又有了新的追求，而且你对困难也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啊，所以，我支持你出去闯一闯。您支持我？传统媒体啊，虽然有着权威性和专业性的特长，但是呢，它也存在着传播速度慢、单向传播和互动性差的这些缺点，而这些正是新兴媒体的长处所在。所以我们现在台里啊，也是开门办台，我们可以同意一些传统的媒体人走出去，去感受、去体验一下新兴的媒体，同时再回过头来为我们自己所用啊。谢谢你，黄书记，真的太好了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行，那我就在这儿预祝你创业成功。不过哈，我有个要求啊，成功以后啊，不要忘记自己出发的地方。我一定不会忘记。好，祝你成功。谢谢黄书记。你要离开频道？谢谢。去那个什么培训机构当副校长吗？不是，我呢是希望能够做一个读书类的自媒体。我没听错吧？欢姐，我觉得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，你从一个接线员到主播再到制片人，你就舍得这么放弃吗？反正我既然有了这个想法，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去尝试一下。我不认为你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任何尝试，而且在我们3个人里面，最不适合做自媒体的人就是你了。
为什么？因为太冒险了呀！你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哪有时间呀？而且自媒体是需要烧钱的，你还有外债呢。但就是这些也阻挡不了我追求我的梦想的权利吧？我觉得你应该坚守在电视台。同意。你自己为什么不坚守？我有我的理由。你有什么理由？我也有我的原因啊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吧。做自媒体需要流量，是需要烧钱的。你资金从哪来啊？团队从哪儿来？刚开始呢，其实团队不用多大，也不需要多少钱。你们看，其实满大街拿着手机就会做自媒体，我为什么不能做呢？自媒体还是需要平台推流，或者是去购买流量的，不然的话很难引起观众的关注度的。这件事情肯定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，你会很辛苦的。辛苦我不怕，当然你们说的这些一定是一步一步慢慢来，但我总需要开始吧。想清楚了。我不光想清楚，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新媒体，也做了不少方案，你可以看看，说不定你能给我介绍一些客户。这是节目方案，别小看我的节目方案，我都改了8稿，可以给你看看。当然还有你们最担心的风险评估，你们能想的我也能想到。来，包括团队的运营方案，整个节目的运营方案都在这里，好好看看。我支持你。你支持什么呀？什么你就支持？万一失败了呢？万一失败了，我也可以从头来过呀。你支持我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你支持我，来，谢谢。祝我成功。祝你成功。哎，刘总，您是文化人，我得跟你请教一下，你能不能帮我设计一句这个见面语之类的？就反正一说出来就感觉咱格调特高，就特有文化那种。那我教你一句拉丁语吧。不是拉丁语就算了，我这舌头没理直呢。那就薛定谔的猫。什么意思？当你没有办法判断一件事的结果的时候，你可以笑一笑，然后说啊，薛定谔的猫。啊，薛什么猫？薛定谔的猫。哎，这有点意思。薛定谔的猫。嗨，唐总，我们来了。刘总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何欢。你好，刘总。哎，唐少怀。你好，唐总。欢姐，今天唐总正好跟我有点工作要谈，他跟刘总也熟，我干脆就把大家约在一起了。幸会。挺好，真好。那咱们落座。哎，好，坐。坐这儿，这边这主位。唐总，哎，咱们今天谈正经事儿，就喝点不容易上头的青梅酒。行，喝什么都行，我无所谓。刘总，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的读书第2多的人，你知道第1多的人是谁吗？我们欢姐。所以当他告诉我他想做一档非常有品质的读书类节目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我觉得你们俩一定会一拍即合。这次我跟你说，你要不投，天理不容。现在大部分的读书节目都是挂着学问的羊头，贩卖着焦虑的狗肉。所以呀，欢姐她才下定决心要做一档真正有品质的读书节目，以正视听啊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出品味、格调、气质、风骨，那我可以考虑投资。谢谢刘总。刘总，别的我不敢保证，哎，就气质这一方面，我们欢姐给你拿捏的死死的。哦，对了，我特意带来了我们的策划书，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看。你还知道沈逢时这种小众作家，有点品味。用个性的介绍和场景搭建来推广图书，有创意。投资额100万，3年之后10倍回报，也还行。
等一下，你要直播卖书？对，在新城书屋品牌建立之后，通过直播带货、电商变现的方式，提升行业效率。就像推销口红和螺蛳粉那样推销图书。这是一个新的营销模式，在直播间我可以分享我的阅读心得，然后向观众推荐这本书的有趣故事，提升他们对这书的兴趣。同时在直播的时候可以有多些互动，了解观众的需求，更加精准地销售书籍。直播间就是一个低价倾销的地方，在直播间卖书，跟摆地摊有什么区别？那是对书的亵渎。刘总，时代在飞速的发展，现在大家的购物场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而且一个好的节目要有持续性发展，要让投资人能够尽快得到回报。其实电商变现不失为一个好的环节，而且一个节目的变现能力，也直接反向的证明了这个节目的影响力。平台分成、内容付费、线下开店，这些我都赞同，但直播卖书绝对不行。嗨，不直播就不直播了呗，咱们还有其他挣钱的渠道，是不是，欢姐？哎，实话说，其实我之前的节目，就是因为离观众、离市场太远了，才被淘汰的。所以我希望这次能够吸取教训，在新媒体的赛道上，为读书节目探寻一条新路。但是我心中的读书节目，绝对不能自甘下贱。这不是下贱，这是创新。你要是这样创新的话，我拒绝投资。哎呀，刘总，你看，冲动了不是？那这样，不就是这个种子轮吗？啊，我投。唐总，这要投的是一个读书节目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就说我没文化呗。你看，正是因为我这个文化上有点欠缺，所以咱们得缺什么补什么。哈哈。唐总虽然读书不多，但是愿意与书为伴，也是难得。嗨，我也确实没那么高雅，最终目的呢，咱还是得赚钱。唐总，还是你有眼光。那这。那您看一看我们的策划方案。这个呢是针对各类型平台对读书栏目的一个运营数据分析，还有我们也做了当下的观众对于文化类节目的一个心理分析。我们针对当下受众的一个心理画像，规划出了第一阶段的内容，这些都可以看一下。哎，反正你也别跟我说那么多了，你就直接告诉我，我出100万能占多少股？20%。那不行，那我得占60%。种子轮一般都不会超过25%的。那你这个财务预测呢？节目上线1个月之后实现收益，半年之后到达盈亏平衡点，3年之后投资回报10倍，而且投资额可以全部拿回。行，那就20%就20%吧，啊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款项呢分2笔，第一笔50万，在签订合同，3天之内我打给你。第二笔呢，在3个月之后，在你达到盈亏的平衡点，啊，我就第一时间转给你。如果达不到目标，那对不起了，这投资取消，而且你们必须无条件的回购我所有的股份。哦，那不管是哪一种结果，你都1分钱不亏啊。那我还赔利息了呢。哎呦，唐总，你可真是个奸商。谢谢夸奖。3个月是不是太短了一点？根据我的经验啊，反正这判断一个项目是不是能成，3个月足够了。欢姐，要不然再听听刘总的意见，考虑考虑刘总。首先非常感谢2位，百忙之中来听我讲述这个项目。刘总，
很遗憾这次没有能够合作成功，但希望以后有机会。唐总，感谢你，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。哎呦，共同发财。我先提醒一句啊，你是在与虎谋皮啊。